砸1億開112家，最後一家不剩，八方雲集怎麼把自己逼上絕路的？2026年7月底，八方雲集全球門市總數來到1407家，其中台灣1320家，香港71家，美國16家。前7個月合併營收 54.02 億元，年增 7.72%， 改寫同期新高。再往前看一年，2025年全年營收 87.91 億元，稅後純益 8.56 億元，每股純益 12.84 元，營收、獲利、每股純益3項同時改寫上市以來的記錄，股利一口氣配到12元，配發率高達 93.5%。從任何一個角度看，這都是一家跑在高速公路上油門踩到底的公司。可就是這家公司在中國大陸整整8年，砸下超過1億元，開出112家門市，蓋了工廠，拉開戰線，簽下合資，最後的結局是一家不剩，招牌一塊一塊被摘下來，工廠清空退租，員工全數資遣，賬上再認列一筆1800萬到2000萬元的虧損，然後轉身離開。同一套配方，同一群人，同一個品牌，在台灣可以開到1000家以上，在對岸卻連一家都留不住。這中間到底發生了什麼？是疫情嗎？是政治嗎？還是我們常聽到的那句中國市場太難做？如果你相信這些答案，那你就錯過了這個故事最有意思的部分。因為真相是，八方雲集在中國大陸的敗局早在疫情爆發前的很多年就已經注定，而且不是被別人打敗的，是被自己那套在台灣所向披靡的成功公式一步一步逼進死角的。今天我們就從頭把這件事拆開來看，你會發現這根本不是一個餐飲故事，而是一個關於數學的故事。要看懂八方雲集怎麼倒下，我們得先看懂他當初怎麼站起來。而這個開頭可能跟你想的完全不一樣。1952年出生的林家裕，籍貫福建閩侯，父母是1947年前後從對岸來台灣做布料生意的。他從台北工專畢業，出社會後做的是電梯維修，因為修得又快又好，客戶都認他，他索性自己出來開公司，做電梯的維修跟買賣，一路做成小老闆。這是一個標準的台灣中小企業故事，本來應該就這樣過完一生。然後他把錢投進了股市，一場股災下來，他不只賠光了積蓄，連自己一手經營起來的電梯事業也一起賠了進去，身上背了2000多萬元的債務。那一年他已經40幾歲，是最尷尬的年紀。年輕人可以重來，老人可以退休，40幾歲負債2000多萬的中年人，兩條路都不通。他很清楚，以他的年紀跟履歷，回職場領死薪水，這筆債這輩子都還不完。於是他做了一件在當時看起來非常沒有出息的事，他去開了一間水餃店。1998年6月，第一家店在台北的巷子裡開張，店面只有4坪，一顆一顆賣水餃。有意思的是，開幕第一天就賣掉了7000顆。你可以想象那個畫面，一個負債2000多萬的中年男人，在一間4坪的小店裡，數着今天賣了幾顆水餃。2000年1月，公司正式在台北士林成立。接下來的事情才是真正值得研究的地方。大部分人談八方雲集，只會談它便宜、方便，到處都有，但這些都是結果，不是原因。八方雲集真正的發明是3件事的組合。第一件是巷弄戰法，林家裕沒有去搶大馬路上的黃金店面，因為那裡租金貴，競爭激烈，而且他也搶不起。他把店開進住宅區，開進巷子裡，開進捷運站旁邊那條沒人注意的小路。這些位置人流不是最大的，但租金極低，而且對手看不上。更關鍵的是，這種位置的客人不是逛街客，是每天下班經過的鄰居，是重複購買頻率極高的固定客群。這裡還有一個很多人不知道的背景，八方雲集不是台灣第一家連鎖鍋貼店，在它之前5、6年，四海遊龍就已經在做這門生意，而且做得有聲有色。2家後來被並稱為台灣鍋貼連鎖的2強。也就是說，林家裕切進來的時候，這個賽道不但已經有人，還有一個跑在前面的領先者。他沒有發明鍋貼，也沒有發明連鎖，他做的是把這門生意的底層結構整個重寫了一遍。第二件是低門檻加盟。八方雲集的加盟金一度只要10萬元，這個數字放在整個連鎖加盟產業裡都低到不可思議。
林佳玉打出的號召是幫助窮人，大量開放給中年失業者、外籍配偶、勞工加盟。他自己就是從負債爬起來的，他知道那種走投無路的感覺。他常說的那句話是，只要肯努力，水餃也能變元宝。這句話到今天還掛在很多門市裡。但你如果以為這只是溫情，那就太小看它了。低加盟金帶來的是什麼？是加盟主的數量，是展店的速度，也是加盟主對總部的絕对依賴。一個拿出10萬元，身上沒有退路的加盟主，不會跟你討價還價，不會自己去外面偷偷進貨，因為他沒有那個資本，也沒有那個議價能力。他能做的只有一件事，就是把店顧好，然後每天跟总部叫貨。第三件，也是最核心的一件，八方雲集根本不是一家餐飲公司，它是一家食品制造與物流公司。你去看它的營收結構就會發現，食品加工的比重長期接近一半，餐飲反而不到40%。总部設在淡水，1樓就是中央廚房，食材早上進場，下午製作，晚上收各門市的訂單，60多輛物流車半夜出發，天亮前把貨送到每一家店。門市要做的事情簡化到極致，就是煎、煮、裝袋、收錢。現在把這3件事放在一起，你就會看到那個真正的引擎。门市越多，中央工厂的產能利用率越高，單位成本越低。单位成本越低，總部給加盟主的进貨價就越有競爭力。加盟主賺得到錢，就會有更多人想加盟，門市又更多。這是一個會自己越轉越快的飛輪。但這個飛輪有一個絕對的前提，一個所有人都會忽略的前提，那就是密度。物流車半夜跑一趟，如果沿線有20家店，成本就分攤給20家；如果只有3家店，那3家店就得扛下整輛車的油錢、司機工資、折舊。工廠也是一樣，一座設計產能200家店的中央廚房，開30家店的時候，那多出來的170家份的固定成本，不會因為你沒開店就消失。他每個月都準時來要錢。我們用一個很簡單的算式感受一下這件事的殘酷。假設一座中央廚房每個月的固定成本是100萬元，這裡面包含租金、折舊、水電、基本人力，不管你做多少貨，這100萬元都跑不掉。如果有200家店在叫貨，平均一家店每個月分攤5000元，這個數字小到門市根本感覺不到。如果只有20家店，一家店要分攤5萬元。如果只剩10家店，一家店要扛10萬元。10萬元是什麼概念？對一家平價小吃店來說，那可能就是整個月的淨利。也就是說，當密度掉到某個臨界點以下，那座本來要幫你降低成本的工廠，會從你最強的武器直接變成掐住你脖子的手，而且他掐得很有耐心，每個月1號準時來。台灣為什麼是八方雲集的完美戰場？因為台灣夠小，整座島36000平方公里，人口高度集中在西部走廊，從基隆到高雄開車1天跑得完。你在台北開100家店，這100家店可能全部塞在同一台物流車的路線上，這種密度在世界上很少見，而八方雲集把它壓榨到了極致。2004年全台破100家，2012年破500家，2017年破1000家。所以真正的答案出来了，八方雲集不是靠鍋貼好吃贏的，鍋貼好不好吃見仁見智，它是靠密度贏的，密度就是它的命脈，是它整套商業模式的物理基礎。現在記住這個詞，密度。接下來的所有悲劇都是從忘記這個詞開始的。順帶一提，2021年6月15日，台灣證券交易所董事會通過八方雲集的上市案，同年9月9日正式掛牌，成為台股裡少見的速食連鎖上市公司。掛牌之前登陸興櫃時，每股承銷參考價138元，開盤早盤一度衝到250元，漲幅超過80%。市場一度用類股王的規格在看它，一顆一顆賣的水餃。走到這一步，用林佳玉自己那句話講，水餃真的變成元寶了。在講中國大陸之前，我們得先講香港，因為香港才是這個故事真正的預告片。而且是一個被寫得很好，卻沒有人認真讀完的預告片。2008年，八方雲集跨海到香港，當時的想法非常直觀，香港人說中文，吃中菜，生活節奏快，外帶文化盛行，這不就是為八方雲集量身打造的市場嗎？結果一頭撞上牆，
香港的租金貴到讓巷弄戰法完全失效，因為香港根本沒有那種便宜的巷子，飲食節奏也完全不同。香港人上茶餐廳是有一套自己的點餐邏輯的，他們走進來會問有沒有三寶飯，而不是問有沒有鍋貼。加盟模式在當地也水土不服，結果就是連虧4年，幹部一個接一個離職，士氣潰散，眼看就要認賠收場。就在那個時候，林家玉把大女兒林心怡推了上去，這不是溫室裡的接班，這是把人丟進火場。林心怡一個人搬到香港，接下一個連虧4年、人心散掉的爛攤子。他做的事情值得每一個想做海外市場的人抄下來。他沒有堅持把台灣那一套原封不動搬過去，而是把菜單大幅打開，把牛肉麵、大腸包小腸、珍珠奶茶通通放進店裡，把一家鍋貼店變成一個台灣夜市的縮影。他把門市從路邊街角搬進大型商場，他重組團隊，改用當地人的邏輯做當地的生意。4年之後轉虧為盈，到後來香港成了整個集團的小金雞，門市數一度來到74家，營收佔比長期維持在1.5%以上。看到這裡你會覺得太好，這家公司學會了。他親身經歷過海外失敗，他知道不能複製貼上，他知道要本地化，他甚至有一個在海外從零打過勝仗的接班人。而香港這一刻真正教會的東西其實有2層，表層那一層是本地化，菜單要改，通路要換，團隊要在地，這一層八方雲集學會了，而且後來在美國用得很好。但底下還有一層是更關鍵也更容易被忽略的那一層。香港為什麼救得回來？因為香港夠小，整個香港只有1100多平方公里，密度天生就在。你在香港開70家店，那70家店彼此之間開車不用1個小時。換句話說，香港之所以能翻身，不只是因為林心怡改對了菜單，更是因為那套密度公式在香港這種尺度的市場上本來就成立。八方雲集從香港帶走了本地化這個教訓，卻沒有帶走密度這個前提。他們以為自己學到的是怎麼打海外市場，其實他們只是又贏了一場尺度剛好的仗。然後2013年他們去了中國大陸，這一次他們把在香港學到的每一件事都忘得乾乾淨淨。2013年八方雲集在福建設立了2家公司，一家做中央工廠，一家做門店經營。隔年工廠啟用，從德國進口全自動蔬菜清洗脫水機、絞肉機這些設備運到福州正式開工。注意這個順序，工廠先蓋，店後開。當時集團喊出的目標是5年100店，為了展現這個決心，在門市才開了3家的時候，八方雲集就砸下1元，在福州蓋了一座設計產能可以供應200家店的超級中央廚房。我們停在這裡想一想這個決定，3家店200家店的產能，這代表什麼？代表從工廠啟用的第1天起，這座廠就在以 98% 以上的閒置率燒錢，每一台德國機器都在折舊，每一坪廠房都在付租金，每一個員工都在領薪水，而支撐它的只有3家店的訂單。在台灣，這個順序是反過來的，八方雲集是先有了幾百家門市，那個訂單量已經大到中央工廠非蓋不可，蓋出來第1天就滿載才去蓋的。在福州，他們把因果關係整個顛倒了，他們不是因為需求存在才建產能，而是先建產能，然後祈禱需求會來。而且我們要公平一點，八方雲集當年為什麼敢這樣做？因為在台灣，這個順序反過來做過一次，而且成功了。台灣的中央工廠蓋出來的時候幾乎立刻滿載，那個經驗會在一家公司的集體記憶裡留下一句非常危險的結論，那就是產能會自己被填滿。當一家公司在某個市場連續成功20年，他會慢慢忘記當初成功的前提條件是什麼，只記得那個動作本身。這幾乎是所有連鎖企業出海翻船的共同劇本，先用勝利的姿態蓋好基礎建設，再回頭發現沒有人來用。5年100店這種目標本身也有問題，它是一個以家數為單位的目標，而不是一個以單店獲利為單位的目標。當一家公司把展店數字當成 KPI， 那底下的人自然會用最快的方式湊出這個數字，也就是哪裡能開就往哪裡開，而不是哪裡該開才往哪裡開。這就是戰線會失控的真正原因。更致命的還在後面，他們沒有把火力集中在福州，把福州打穿，把密度做出來，把那座工厂餵飽。
他們選擇的是全面開花。2016年業務擴充到浙江，在杭州設廠，接着是深圳、廈門、天津。同年还跟大連的同德來餐飲管理集团合資，啟用大連跟天津的工廠，準備一起吃下東北市場。戰線一口氣拉開到8座城市，福州到深圳，直線距離超過700公里；福州到天津，超過1700公里；福州到大連，超過1900公里。這已經不是一個市場，這是好幾個彼此完全不相干的市場，各自有各自的口味，各自的租金結構，各自的競爭者，各自的政府關係。5年之後，112家門市確實開出來了。從新聞稿的角度看，這是一份漂亮的成績單：8座城市，3座自建工廠，2座合資工廠，112面招牌。但你只要把这112家店攤在中國大陸那張地圖上，你就會看見那個致命的數字：112除以8，平均一座城市14家店。14家店。在台灣八方雲集，光是新北市淡水區周邊就可以有這個密度。而在中國，這14家店要獨自扛起一座城市的工廠攤提，物流成本、當地團隊薪資、行銷費用，物流車跑一趟，服務不到10幾家店，工廠開1天機，做的量連設計產能的零頭都不到。那個在台灣越轉越快的飛輪，在中國大陸從第一天起就是反着轉的。門市不夠密，單位成本就降不下來，單位成本降不下來，加盟主的獲利空間就被壓縮，加盟主賺不到錢，就開始有人退出，有人收店，店越關越少，剩下的店要分攤的固定成本就越重，剩下的店越苦，就越多人想走。這不是一個緩慢的下坡，這是一個會自己加速的漩渦。而且最殘忍的地方在於，關店不會讓你變輕鬆，關店只會讓活着的店更痛苦。因為工廠還在那裡，租約還在那裡，折舊還在那裡。你關掉一家虧損的店，賬面上少了一份虧損，但那家店原本分攤的固定成本會全部轉嫁到剩下的店頭上。這就是為什麼八方雲集在中國大陸明明關了那麼多店，卻始終等不到止血的那一天。到這裡，我們已經解釋了為什麼會崩，但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沒有回答，那就是為什麼一開始就沒有人買單。因為八方雲集在中國大陸賣的是一個當地人早就不缺的東西。想想八方雲集在台灣是什麼樣的存在，台灣的傳統小吃是滷肉飯，是切仔麵，是肉圓。水餃跟鍋貼雖然大家都吃，但在多數台灣家庭的餐桌上，它不是那個從小包到大的日常品項。八方雲集提供的是標準化、可預期、隨處可得、價格穩定的版本。在台灣，這是一種升級。但在中國大陸，餃子是什麼？在北方，餃子是逢年過節全家一起包的東西，是有記憶、有情感、有標準的東西。每一個社區的巷口都有一家餃子館，老闆現包，皮更厚，餡更足，價格可能還更便宜。你端出一盤中央工廠做的標準化水餃，賣的比人家貴，然後跟一個從小吃着奶奶包的餃子長大的人說，這個比較好吃，這叫什麼？這就是關公面前耍大刀。我們可以拿其他台灣餐飲集團來對照，王品去對岸賣的是西式排餐，瓦城賣的是泰式料理。這些東西當地消費者不熟，有嘗鮮的動機，有異國情調可以賣，餐廳可以定義什麼叫正宗。八方雲集賣的鍋貼水餃，當地人不但熟，還比你更懂，還有一整套自己的評價標準。你不但沒有定價權，連話語權都沒有。而且八方雲集在台灣還有一樣東西是他沒辦法帶走的，那就是20幾年的集體記憶。台灣人吃八方雲集，吃的不只是鍋貼，吃的是學生時代下課後那一份，是加班到10點還開着的那盞燈，是身上只剩100塊時知道還能吃飽的那個安全感。這是幾十年累積出來的品牌資產，是最貴的護城河，也是完全無法出口的東西。在福州，在深圳，八方雲集只是一個沒聽過的招牌，再加上加盟體系的問題，在台灣，加盟主是那些把身家壓上去，對總部絕對依賴的人。在中國大陸，供應鏈選擇多得多，管理半徑跨了8座城市，上千公里，總部要維持一致的品質跟一致的採購紀律，難度是幾何級數上升的。最後階段的中國門市，加盟比重高達90%，這代表總部能直接控制的東西非常有限。還有時間點的問題。八方雲集大舉展店的那幾年，
正好是中國餐飲成本結構劇烈變化的幾年，租金漲，人力漲，原物料漲，而平價餐飲的定價彈性最小，一碗賣10幾塊人民幣的東西，成本上升30%，你根本轉嫁不出去。同一時間，外送平台的補貼大戰全面爆發，八方雲集最核心的價值主張之一，也就是快速外帶，被平台用燒錢的方式變成了所有餐廳都有的標配。所以现在請你注意一個很多人搞錯的關鍵事實，八方雲集在中國大陸的撤退不是從疫情開始的。2019年，也就是疫情爆發的前一年，深圳、蘇杭、東北的門市就已經陸續收掉了。到2020年，年報裡直接寫着南華區的工廠營運未達規模經濟，以不虧損為目標，而南華區的門市已經從2019年底的8間減到2020年底的3間，也是從2020年開始，八方雲集就算在中國開店，也只開加盟店，不再碰直營。換句話說，在世界還沒被口罩蓋住之前，這場仗就已經輸了。疫情不是死因，疫情只是那張死亡證明書上寫的日期。到2022年9月，市場開始傳出八方雲集要全面撤出中國。集團的回應很有意思，他們沒有承認，也沒有否認，只說2年前就已經啟動停損機制，正在持續調整中。當時中國市场的營收占比只剩下 0.7%。2個月後，2022年11月22日的法人說明會上，答案揭曉。總經理張瑞蓮宣布，福建剩下的17家門市，包括15家加盟店跟2家直營店，將在年底前全數結束。當地員工全數資遣，資遣人數20幾人，承租的工廠清空退租。至於那些從德國進口，當年風光運進福州的機器設備，因為折舊年限早就滿了10年，殘餘價值是0。第4季認列的虧損1800萬到2000萬元，8年超過1億元，112家店，8座城市，5座工廠，最後結算下來，剩下一張退租通知跟一筆2000萬的損失，112塊招牌一塊一塊被摘下來，最後一家不剩。如果故事到這裡就結束，那它只是一個台商在對岸鎩羽而歸的普通故事。但真正讓人背脊發涼的是同樣的錯誤，八方雲集在台灣本土又完整的犯了2次。第一次是丹滴咖啡，2020年10月8日，八方雲集宣布以現金6570.4萬元取得丹滴咖啡約 69% 的股權，後來又持續加碼，一路買到超過90%，最後成為全資子公司。丹滴是台灣最老的本土連鎖咖啡品牌之一，1993年成立，全盛時期全台曾經有130家店，甚至跨足中東市場。八方雲集接手的時候，剩下67家，外界當時的評價是超划算，不到7000萬買下一個經營了27年的品牌加60幾家門市，怎麼算都便宜。但這裡有一個所有人都該問卻沒有問的問題，為什麼丹滴在市場上求售4年多，接觸過大型連鎖咖啡業者，卻都沒有談成？因為便宜的東西通常有便宜的理由，而更深的問題是，咖啡店根本不適用八方雲集的公式。八方雲集的模式是什麼？高頻率、低單價、極短停留，外帶為主，極高密度，中央工廠供貨。咖啡店呢？咖啡店賣的是空間，是停留時間，是內用體驗，是那張讓你坐一下午的椅子。這不是效率生意，這是氛圍生意。而且丹滴面對的對手是路易莎，是卡瑪，是超商咖啡，是一整個已經被殺成血海的市場。結果非常快就出來了，從接手時的60幾家減到40家，再減到19家，再減到12家。光是2022年前3季，丹滴就認列了4200萬元的虧損，第4季再認一筆，到2024年，丹滴全年還是虧損500多萬元。2025年底，全台剩下12家。第2次是方針蔬食，2021年12月29日，八方雲集推出全新蔬食品牌方針蔬食，首店開在台北中山區，集團一度把它列為隔年的展店主力品牌。到2024年底，全台展到28家，然後崩塌來得比誰都快。2025年農曆年期間，全台還有26家，到了同年5月只剩7家，3個月關掉19家。連那家開了將近4年，
具有指標意義的創始店中山富民店也在5月21日正式熄燈，原址改成八方雲集。高雄地區更早，2月底就收掉了最後一家，整個南台灣完全清空。到2025年底，方針蔬食全台只剩下2家，而且都是中南部的加盟店。集團對外的說法始終很一致，八方雲集集團是多品牌的連鎖加盟形態，會配合消費者需求和飲食習慣變化，靈活進行多品牌策略調整。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我們試錯，我們認錯，我們砍。但如果故事只有失敗，那這個分析就是不完整的，甚至是不誠實的。因為在同一段時間裡，八方雲集還推出了另一個新品牌，而那个品牌成功了，成功得非常徹底，那就是梁社漢排骨。2018年，八方雲集推出這個以排骨飯為主力的第2品牌，它的操作方式跟丹滴、跟方針完全不同。梁社漢從一開始就長得像一家八方雲集，只是賣的東西換了，它一樣是平價，一樣是高頻，一樣主打外帶，外帶比例甚至比母品牌還高，一度高達90%以上。它一樣開在那種住宅區、辦公區、學區旁邊的位置，它一樣可以掛在同一套中央工廠與物流網底下，用同一輛半夜出發的車，跑同一條路線，順便送到隔壁那條街。換句話說，梁社漢排骨完全落在那套密度公式的射程之內。結果呢，2022年底突破200家，接着進軍香港。到2025年底，全台246家，那一年淨增20家，同店成長率 6%。到2026年7月底，台灣門市來到259家，較前一年同期淨增24家，它的營收佔比一路爬到超過3%，正式成為集團不折不扣的第2引擎。集團甚至還把梁社漢金牌牛肉麵做成冷凍包，推進通路市場，把梁社漢跟丹滴、方針、中國市場擺在一起看，這個對照組的意義就出來了。同一個管理團隊，同一個總部，同一套資源，同一段時間，為什麼有的成，有的敗？差別不在努力，不在運氣，也不在市場好壞，差別只在於這個新事業有沒有落在那套密度公式的射程裡。落在射程裡的，像梁社漢，長得又快又穩；跑出射程外的，像咖啡，像蔬食，像隔着1700公里的天津，全部陣亡。你有沒有發現一個共同點？中國大陸、丹滴咖啡、方針蔬食，這3次失敗看起來完全不一樣。一個是海外市場，一個是併購，一個是新品牌，但他們的失敗機制是同一個。八方雲集的核心能力是把一個高頻、低價、標準化的商品，用極高的密度鋪滿一個小市場，讓中央工廠跟物流網滿載運轉。這個能力極其強大，但它有一個非常窄的適用範圍，跨到中國大陸，密度沒了，公式失效；跨到咖啡，高頻變低頻，外帶變內用，公式失效；跨到蔬食，客群從全民變小眾，密度天生做不起來，公式失效。每一次八方雲集都以為自己帶走的是能力，但他真正帶走的只是一套只在特定條件下才成立的公式，而管理層把公式當成了能力，把結果當成了原因。這就是那句把自己逼上絕路的真正含義。沒有人打敗八方雲集，是八方雲集拿着一把在台灣無往不利的鑰匙，去開3扇根本不是那個鎖的門，然後在門口把自己的手弄斷了。那麼問題來了，這家公司現在到底學會了沒有？我們來看美國。2022年3月26日，八方雲集在南加州的工業市開出美國首店。這一次做法明顯不一樣了。第一，美國走的是直營，不是加盟，這代表總部要自己扛成本，自己承擔風險，但也代表總部握有完整的控制權，能在不確定的市場裡快速修正。第二，產品邏輯徹底本地化。林嘉玉講過一句非常誠實的話，台灣人迷信手工餡包比較好吃，美國人根本沒差。所以美國市場用的是冷凍水餃，因為外國人包餃子速度太慢，美國幅員又廣大，冷凍相對安全簡單。這句話你回頭對照中國市場就會發現有多諷刺，因為在中國，餡包這件事恰恰是最要命的差異，而他們當年沒有正視它。第三，也是最關鍵的，這一次是先把單店模型跑通，才談規模。經過2年測試，效果出來了。
美國1家店的生意可以抵台灣5家店。到2025年11月，第13家門市在北加州矽谷灣區的聖塔克拉拉開幕，加州整體達成單月獲利的目標。2026年，公司完成加州、德州、亞利桑那州共7家門市的租約簽訂，目標門市數突破20家。美國市場的營收占比已經接近 7%， 公司預估3到5年內可以拉到2成到3成。但是這裡有一件事你一定要留意：2026年4月，八方雲集的德州中央工廠完工營運，初期產能規劃可以供應300家門市，300家，而美國目前是16家。看到這個數字的時候，你有沒有一種熟悉的感覺？3家店的時候在福州蓋200家店的廚房，16家店的時候在德州蓋300家店的廚房。當然，這2件事有本質上的差別，而這个差別可能就是生死線。福州那座工廠是在單店模型還沒被驗證，市場需求還是假設的情況下蓋的，是拿信心當財務模型。德州這座是在加州已經跑出單店獲利，已經證明美國消費者真的買單，已經簽好7家新店租約之後才蓋的。前者是先開槍再瞄準，後者是瞄準完才扣扳機，但風險還是在那裡，而且是同一種風險。只要展店速度跟不上產能，那座工廠就會從資產變成負債。八方雲集在德州要面對的考驗，本質上跟當年在福州完全一樣，就是密度。德州的地理尺度比台灣大太多，光是休士頓到達拉斯就有將近400公里，要在美國複製台灣那種物流密度，難度是完全不同的量級。所以八方雲集到底是治好了病，還是只是換了一個更有錢的病房？這個答案可能要到2028年、2029年才會揭曉。在那之前，我們還得看台灣這個大本營，因為對這家公司來說，台灣依然貢獻了將近8成的營收，台灣才是它的命。而台灣的問題其實也不少。第一個是價格。2024年7月10日，八方雲集調漲價格，招牌鍋貼跟水餃從1顆6元漲到7元，新蔬食系列 7.5 元，鮮蝦水餃 10.5 元，而且全台統一價，不再有南北之分，10顆鍋貼加1碗酸辣湯大概要110元上下。這個價格貴嗎？以現在的物價來說，說不上貴，但問題不在絕對數字，問題在於品牌承諾。八方雲集賣了20幾年的東西叫做銅板美食，賣的是那個身上只剩100塊也吃得飽的安全感。當單價一路往上走，那個安全感就會一點一點被稀釋。而八方雲集的護城河，很大一部分正是建立在這個心理位置上。這是一場他必須非常小心的拉扯。第二個是加盟體制的結構性風險。台灣有9成以上的八方雲集門市是加盟店，這在展店速度上是巨大的優勢，但在品牌風險上是巨大的破口。2024年3月的蘇丹紅事件，八方雲集是被驗出的業者之一。同年9月，新北一家門市被前員工揭露用回收桶盛裝酸辣湯，徒手處理食材，總公司後來終止合作關係。同年11月，新竹一家門市販售的飲品被驗出腸桿菌科超標，總部下架商品並解除合約。2025年3月，桃園一家分店被投訴鍋貼底部有疑似咀嚼過的口香糖殘渣，總公司後來以未遵循標準作業流程為由終止合作。每一次總部的處理都很快，切割得很乾淨，但對消費者來說，那個招牌是一樣的。你在1000多家店裡任何一家踩到雷，你記住的不會是那家加盟主的名字，你記住的是八方雲集這4個字。當你把品牌交給1000多個不同的人去執行，你就是把品牌的命運交給了那個管理最鬆散的人。第三個是成本。豬肉一直是集團佔比最高的食材，在非洲豬瘟事件之後，廚餘禁運會讓養豬戶的成本上升，公司自己也預期豬肉價格中長期走高，應對方式是研發調整配方，加上多元採購各國原料，這是必要的操作，但它同時也意味着那個把成本壓到極致，靠規模採購取勝的優勢正在被外部環境慢慢侵蝕。把這些放在一起看，八方雲集現在的處境其實很清楚，它是一家在本業上極度強悍，在成本控制上近乎偏執，在犯錯之後願意快速止血的公司。它也是一家一再高估自己能力邊界，一再把成功公式誤認為萬能鑰匙的公司。這2件事同時是真的。
而他之所以還活着，甚至活得比以前更好，靠的不是他没犯錯，而是他愿意認錯。中國8年砍，丹迪5年砍到剩12家，方針4年砍到剩2家，每一次都是真金白银的損失，每一次都在法说會上被攤在陽光下講清楚。這種近乎冷酷的停損紀律，在台灣的家族企業裡其實是罕見的。很多公司死掉，不是因為做錯決定，而是因為捨不得承認那個決定錯了，然後一路加碼到把整間公司賠進去。2026年6月11日，八方雲集召開股東常會，全面改選董事。董事長林心怡繼續帶着這家公司往前走。那個當年被父親丟進香港火場，一個人扛下連虧4年爛攤子的女兒，現在要決定的是，美國會是第2個香港，還是第2個福州？回到最開始那個問題，一家在台灣開到超過1300家店，2025年營收接近88億元，每股純益12.84元的公司，怎麼會把自己逼上絕路？答案是，讓它強大的東西，跟差點讓它死掉的東西，從來就是同一個東西。那套密度公式讓它從一間4坪的小店變成上市公司，也讓它在福州、在咖啡、在蔬食連摔3次。工具本身沒有對錯，錯的是拿着錘子的人開始覺得全世界都是釘子。所以下次你走進八方雲集，點那10顆鍋貼跟1碗酸辣湯的時候，你可以想一件事，你手上這一份70塊的餐點，背後是一套跑了20幾年的精密算式，是60幾輛半夜出發的物流車，是1000多個把身家壓上去的加盟主，也是3場加起來燒掉幾億元的失敗。而那112塊在福州、在深圳、在天津被一塊一塊摘下來的招牌，現在都成了這家公司財報上看不見的那一行學費。那麼最後留一個問題給你，當一家公司找到了一個近乎完美的成功公式，它到底應該死守這個公式，把它做到極致，還是應該不斷去挑戰它的邊界，即使代價是一次又一次的慘敗？八方雲集選了後者，付出了很大的代價，但也因此走到了美國。你覺得這筆學費划算嗎？